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。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。执念难消，寸真曲伪，任风吹。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。至少有你同喜与同悲。揭开宿命，一往无为，一场梦回。山河明媚，执手与君归。思想来回，心不说尘灰。果然，这样就有意思多了。来罗之，朝堂之上，你胆敢肆意妄为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，枉为人臣。天子不违，四海难安。来忠诚，一心为国，若得不公，我等不服。孤恩背义，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，胆敢大放厥词！聘击私臣，才是大仓之祸。好啊，都出来了，那哀家倒要看看，究竟是谁是这大仓之祸。来人！不如让我来试试。来人！这就是我大仓的御前牵牛卫。早就听说这内卫府和御茶司沆瀣一气，没成想这牵牛卫也投靠了来党。太皇太后久病，许是糊涂了，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，还要我来提醒一下才是。太皇太后当真没有话要对群臣讲？来罗之，你竟敢带兵围攻，意图谋反！天命攸归，实乃人心所向。来罗之，你放肆！想不到啊，太皇太后竟还当真要誓死一搏，可惜了，本可不必如此。事到如今，你也知道该如何写这让位诏书了吧？荒唐！你有什么资格能继承一统之位？倘若我有这资格呢？当应天受命，祭天立己。真是狼子野心呐，其心可诛。聒噪！把这些迂腐都给我拖出去，割了他们的舌头。沈度，还不动手？你想坐这个位置，还不够格？请无畏。内卫府沈度已彻查金吾卫，肃清其中谋逆，今日领兵护圣，只为擒拿反贼。哼！沈家上下几十条枉死的人命，难道你不想为他们报仇了？
想想你父亲沈秉烛，你就不想为他平反了？真相我自会查清，还我沈家一个公道。你与我为伍，哼，不配。所以，依你的推测，这些年火峨门悄无声息地滋养壮大，是因为朝中有人在协助。这个人，极可能是来罗之。虽无实证，但种种迹象表明，来罗之与此事脱不开干系。火峨门觊觎朝堂，妄图拿捏永安公主等人的把柄，挑唆皇室纷争，可见背后之人所藏至深，图谋更甚。连朝堂管控的丹砂都敢染指，可以肯定你的推测是十有八九啊！你意下如何？敌在岸，不如顺势而为，请君入瓮。请君入瓮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瓮中捉鳖会有什么效果。太皇太后，这是沈度特意从金乌部落寻来的灵药，暗中派人送入宫的，说是正对此症，喝了半月便能好。好一招暗度陈仓！你假意投诚，竟不惜用自己和身边的人来赌。与其说我假意迷惑，不如说是你的自大，引你掉入早就预设好的陷阱。多说无益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火鹅起，显众生！这些使臣是假的。我也从未完全信任过你。如今六镇府兵的都尉都以为我是从，就在刚刚，他们带兵围攻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如今大势已去，你们后悔了，晚了。沈度，你本可以是我开国第一功臣，可惜了，一个不留，杀！不会有事的，我会保护你的，你一定会登上皇位的，你一定会的。会让你白死的。
镇远将军兵行神速，及时平乱，不愧是我大仓镇守边境的第一大将。先王殿下，六镇府兵暗中投靠来罗之，城内可调遣的兵力恐难相抵。如今各郡都被火峨门的人监控洞下，唯有一人可破此局。为免打草惊蛇，还望先王公亲相助，解相安之围，平大仓之乱。多亏先王亲自派人密函传达圣意，想不到朝中竟有人胆敢勾结通敌，妄图制造边境混乱，困制住我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会有一队精锐早已抽身奔赴相安。来罗之蛊惑人心，却不曾想过，这殿内皆是本王至亲之人。如今陛下更是本王的亲侄，身为大仓子民，此时此刻，定要与国与民同在。我火峨门徒数不尽，大仓之内，火峨门各分部今日与我同时揭竿而起，你要如何破？要让所有相安城的百姓跟你一同殉葬吗？大哥领，殿外叛军已全部消灭。来罗之，束手就擒吧。就在刚刚，你部署在各地的火峨门已全数被剿，属于你的大事已去。大朝会之日，来罗之必将集中兵力于皇宫，江郎行将消息带与各地一两者，到时便是拔除各地火峨门据点之时。众议良人听令，清理外郡火峨门所有据点，拿下所有邪教徒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是。梁兄，若你绘制的新式弓弩之出，数箭齐发，神威无敌，便可以让我军以一敌十。到时只许一队精锐，便可以少胜多。梁府的兵器果真玄妙，此次阵乱，梁府功不可没。都是沈兄意志不弃，勉力相助。这些蝼蚁，装模作样，放任太皇太后独揽朝政，昏庸无道。荼毒我大仓之本的罪魁祸首是谁？是他，周许。来罗之，你建立火峨门，装神弄鬼，残害忠良，被你所害之人不计其数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言不惭？我火峨门能在大仓无所不至，是因为我给世人创造了一个起死回生的美梦。生而为人，谁能逃得过生老病死？谁能躲得掉失去至亲至爱的痛？别说寻常百姓，就是那些达官贵人又如何？莫千之不一样听信于我，被我所控行事。无耻之徒！我就讨厌你这种满口仁义道德、自命不凡的。你妄图颠覆国本，我岂能负你？若是我负在世，也绝不会应允。我沈都先是大仓儿郎，
后才是沈家子。你爹也是个蠢货，只求无愧于心，无愧于黎民百姓，岂能和你们沆瀣一气？他自以为守正不阿，却不想早已树敌无数。想要置他于死地的大有人在。你呀，同你那个爹一样蠢。我不过是用了点小手段，就能让你们沈家万劫不复。残害忠良，丧心病狂，你妄想当道，天理都难容。天理？那我问你，沈家的罪是谁裁断的？残害沈家的真凶到底应该算是谁？周许，你挟这个小哑巴皇帝把持朝政，可曾一般惊醒，觉得愧对先帝，我的父皇？我才是天选之子，拥有至高无上的血脉。今日，我定要为萧家王朝拨乱反正。先帝？难道他是？我乃先帝淑妃之子。凤饮九除，天下太平。正本清源，再定乾坤。正本清源，再定乾坤。难道国师预言真有下办？此言有误。刑部都官主事言谢，拜见圣上，拜见太皇太后。爱卿请起。回禀太皇太后，当日国师预言确有下办，未曾来得及呈上，却绝非方才来罗之所言。有何凭证？真正的预言，就藏在这小山之中。碧空落日，来岁反之。没错，国师当日做出预言，后半段一指朝中潜藏的狼子野心，意在提醒太皇太后提防身边人。来罗之苦心经营火峨门多年，邪教徒暗中作祟，国师察觉端倪，更是因此对来罗之的身份产生了怀疑。但苦于没有证据，国师只好将他的怀疑以预言来告知世人。可能是发现自己的行踪已被来罗之暗中监控，他只好将预言绣于颈部之上，藏于花纹之中，再寻找合适的时机传递出来。却不想，被来罗之派出的人先一步暗杀灭口。但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写有预言下半的颈部，刚巧被不识字的元娘当作好布料剪了去，做成了婴儿小山的内部，就这么留了下来。若是元娘只是普通民妇，怎么能买得起这种布料呢？这内里的布料，绝不是寻常人家能够寻到的。哼，国师迂腐，冥顽不灵，难道真要把江山交给无知小儿不成？还是那个窝囊的贤王，骄横跋扈的永安公主？只要太皇太后还在朝一日，就没人能自安。曾几何时，那汝宁长公主不也一样至尊至贵？不过是被人调换了衣衫的绣样，就被之负逆僭越，落得如今的下场。原来
汝宁长公主也是被你设计构陷。若非你疑心生鬼，我怎能轻易得逞？要怪就怪你自己，你周许才是我萧氏宗室的大患。我身为萧家子孙，自当为大仓拨乱反正。皇位于我，乃是天经地义，我才是得位最正的皇子。可你并非先帝之子，而是先帝宠妃淑妃，与他人私通所生。淑妃本是南狼国无忧无虑的碧落郡主，当年与空山将军相爱私定终身，本是一段佳话，却被他的父王南狼王一道圣旨逼嫁大仓，同先帝和亲。碧落郡主誓死不从，南狼王一怒之下杀了空山将军，更以其一族性命威胁。碧落只能买通内侍，逃过宫廷检查，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那个淑妃，从此失去了他的爱情，也失去了他的性命。而他活下去的理由，除了保全空山将军一族，更是为了他腹中怀着的空山将军的子嗣。这不可能是真的，不可能！我母妃不会骗我的，我是萧家子孙，是大仓先帝的皇子。当年南狼护送碧落郡主来大仓的随行中，有人察觉到他身体有恙，发现了此事，便被他暗中灭口。好在此人侥幸逃生。来罗之，你根本就不是萧氏血脉。来罗之，你的人生彻头彻尾就是一场谎言。不可能！母妃不会骗我的，母妃不会骗我的！你们这些庸碌鼠辈都是那周许的走狗！你们捏造狂话，媚地瞒天，都是为了阻止我登基即位，匡扶天下！飞蛾扑火，朝生暮死。原来飞蛾扑火，终究是一场大梦啊！开门。是。见过那位，来当以伏法。大哥领命我来速送各位回家。这几日辛苦了，内卫府若有怠慢，还请各位海涵。太好了，景内卫，您客气了。大哥领把我们关入内卫府大牢，实则是保护我们免受来党之害。我等岂会不知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沈都，你得明白，开弓之箭，可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想好了。
劳烦许内司通传太皇太后。严主事改日再来吧。太皇太后一会儿要召见本官，已无空见你。来党官员都已被下旨查办。你今日见太皇太后，究竟所为何事？本阁令平定乱党，为大仓立下汗马功劳，问太皇太后讨要赏赐，需要和一个从六品官说吗？那我更要与沈大阁领一同进谏了。诛伐乱党非你一人之功，我也出了力。这赏，你可不能独得。想要讨赏，让你们刑部主官写奏折呈上。严主事，回吧。哪有人讨赏，还要自己送礼的？我想这锦盒里装的，是那份震动朝野的证据吧。你今日来，是为了沈家。严主事，慎言。如今你我已经和离，你已不是沈家父，我沈府的事轮不到你来管。好，就算我不是沈家父，这件事我也要管到底。我站在这里，不是以你沈都妻子的身份，而是我以刑部都官主事之职，重审冤案，还清白于人间。这是我严六娘的理想。沈大阁领，太皇太后召您进去。你既在刑部为官，更应该清楚，太皇太后召见的是本阁领，你岂有不请自来之理？莫非你要闯殿不成？你若一人进去，你我便不必再见。皇上偶感风寒，歇息一日，明日再朝。众爱卿，可有本要奏啊？乔文志，你代管甘南道，今日可有事要奏？禀太皇太后，自来党伏法以后，我大仓皆是民康物富，甘南道更是欣欣向荣，实是天下太平，无事要奏。好一个天下太平啊！来党是伏法了，可这留下来的册子有用得很。乔文志，你私自从西城贩货，经甘南道入境大仓，谋利。太皇太后，冤枉啊！那甘南道的乱党留下的所谓证据，不能为据，不可信呐！不可信？那这2本阴阳账册，你作何解释？这可不是来党递交的。明堂重建，实账和假账，足足差了2倍。可是明堂各部都有参与，非下官一人。乔文志，休要胡言，
休要胡言！太皇太后，乔文志乃老臣下属官员，他因利欲熏心，贪没朝廷银两，犯下了大罪，都是臣失察之责，望太皇太后责罚。失察之责，哈哈哈！张相，你真是学富五车，用词精妙啊！可这乔文志对你是忠心耿耿啊，明堂贪墨，多数都进了你张行威的口袋。张行威，你还有什么要说？臣无话可说。贤王，母后，哀家问你，该如何处置他？母后英明决断，自有主张。哀家自有主张。我现在问你，是怎么主张？儿臣自幼拜张相为师，张相一直以身作则教育儿臣，万事要以社稷为重。儿臣不相信张相为区区白银犯下此罪，此案必有隐情。贤王啊，贤王，你好糊涂啊！都是本相在惺惺作态，瞒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还在为本相求情。好啊，好一段感人的师生情啊！张相，那哀家替你说了吧，你得此银两，全为花在自己身上。你在朝中收买同党，为的是和你一起来支持贤王。太皇太后，事已至此，臣就不再隐瞒了。此事，他贤王殿下确实一无所知，都是老臣一人所为，请太皇太后赐臣死罪，以儆效尤。你以为舍你一条命，你的罪孽就一笔勾销了吗？因你而家破人亡，含冤屈死的忠臣，他们永远都无法复活了。沈爱卿，呈上来吧。应天顺使受兹明命，罪臣沈秉烛与敌暗通书信，烧毁我军粮仓，泄露兵器图谱，里通外国，叛军通敌，其罪当诛。沈家满门幽禁发配，令远近知悉。沈某不求扬名于后世，只求无愧于心，无愧于黎民百姓。老师沈秉烛生性淡泊，从不愿卷入朝堂纷争，他关心的只有百姓，不管任何人在任何位置，他只做自己应做之事，只要百姓安宁。沈某失天子俸禄，自然为圣上分忧，万死不辞。臣沈度为我父亲沈秉烛申冤，罪臣沈秉烛之子沈度检举我父里通外国，叛军通敌，我检举罪臣沈秉烛之子沈度检举我父里通外国。为我父亲沈秉烛
深渊。思想来回心不着尘灰。16年前，我大仓和西陈交战，正急需粮草之时，储存粮草的主粮仓突然烧起了一场莫名的大火，把我大仓的粮草烧得精光。看守粮草的沈秉烛被查出有通敌私信，被治重罪。这带有当年粮仓印鉴的粮草袋，本应该是烧毁殆尽的，可却在千里之外的甘南道出现。你递给先帝的那封通敌书信，被发现并非沈秉烛本人所作。张相，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当年开战，我的门生找到我才知道，他与当地官员纠集，倒卖国库粮草，在价低时买入，等来年价高时再卖出，从中挣取差价。怎料，那西陈战事突然爆发，国库的粮草已被他们卖光，只剩下一堆茅草。张相啊，张相，哀家至今未曾想到，这能动摇大仓国本的事，竟然与你有关。太皇太后，老臣也万万没有想到，会有一日，老臣为了遮掩门徒的罪行，做出这丧尽天良的事情。是我派人模仿沈侍郎的笔迹，写了那封通敌的书信。你伪造了通敌书信，那这场大火因何而起？张相，你是否要哀家再查？太皇太后，这都是臣一人之私，死罪就到臣一家为止吧。若再查下去，就会动摇我大仓之本，到时候投鼠忌器，无功而返，得不偿失啊！太皇太后，投鼠忌器，这器指的谁？有些话，臣不能明言。沈大阁领请。你就这么信哀家？你就不怕你和这锦和一起消失吗？这些年，臣亲见太皇太后为大仓民生殚精竭虑，臣相信您会做出公正的决断。臣不惜以命相搏。哼！
那哀家替你明言吧。在沈侍郎接管粮仓之前，驻守的当地官员是哀家的侄子周淼。他唯恐事情败露，不惜勾结来党，用金乌助燃术将我大仓的粮仓付之一炬呀！太后，你来人，把周淼拖出去，好好审。凡周家涉事者，一律罪加一等。太后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贤王，哀家再问你，张相该如何处置？儿臣拜请母后按律处置张行威，但张氏家族族人还望母后念及过往功绩，从轻发落。